两人到门口，林浩主动给他打了一支烟。你大舅母心其实挺善的，并没什么坏心思。冯新华的话让林浩一怔，也不由得高看了一眼自己这个小表哥。这个时候还能说及长辈的好，不去吐槽，这很不容易的。你2个表哥人都很不错，他们确实能赚钱，但也是苦过来的。那你怎么不听我大舅母的话，跟着2个表哥后边？跟着亲戚后边，一点懒都不能偷，太不自在了。我一个人在家这样也挺好。话说你这卡宴都开上了，想来比你2个表哥混得好。说说到底在忙啥？我说了，这车是弟妹家陪嫁的。这话我信一半。又一指林浩手腕上的表，一看也不便宜，再和我打马虎眼就没意思了。也没骗你们，确实有2条船在打鱼，还开了个小公司。市里有房子吧2幢。冯新华愣了愣，随即一竖大拇指。我没用套，你论壮，真没天理。老表干得不错。林浩心思一动，华哥，要不我回去时跟我一起去家里看看，到时我带你出海玩。我还订了一艘70多米的大船，还缺几个人，要是觉得合适，不如我们一起到海上捞钱去。你说真的？有兴趣就先和我回家看看，你放心，收入肯定比你现在要高。行啊，先去玩玩再说，带着你小嫂一起行吧？太好了呀，最好让你爹娘也一起，都到我家玩几天。太阳将落山，装空调的走了，一家的晚餐也要开始。冯怀军还亲自跑一趟，把白天带着林浩来认门的冯怀正也给请过来了。老爷坐在上手，他虽然年岁大了，但每天还要喝2两酒的。陈雪倒是备盛了好大一碗鸡汤，里面至少有半只鸡的干货，坐在那小口小口的喝着，不时就扔一块肉进林浩的碗里。没办法，鸡汤太油了，他实在有点招架不住。酒是二舅现买的泸州老窖，在本地算是很上档次的客人才喝得到的，一瓶好几10块呢。林浩借故自己不能喝，所以敬了一圈就停杯了。都是家里人，总不能人家第一天来就把人灌醉了。一直到近9点，酒宴这才结束。饭后一家人唠家常，冯怀正便借口离开了。林浩要卸行李，冯新华抢着帮忙。你这是打算在我家常住啊？带这么多箱子？咋的？不欢迎？哈哈，东头屋从今天开始是你的了。总共4个拉杆箱和1个大号的纸箱子，林浩就拎上去1大1小2个，还有2个拉杆箱和纸箱就放在楼下。他先打开一个，先从里面拿出几个小盒子。大舅母好奇凑过来瞅了一眼，阿浩，你带的这是啥呀？这个盒子里是老山参，我之前去东北朋友送了2只，这一只年份还不错，老爷留着，要是赶着人容易犯困，就刮个1两片泡水喝，也可以泡酒，让老爷每天喝个1小盅。说着将盒子放在老爷的面前，拿起第2个打开。这是鹿茸，总共3盒子，老爷1盒，大舅2舅各1盒。然后就是燕窝和冬虫夏草，同样老爷1盒，另2家1家1盒。鹿茸和山参这些大家还不知道价值，但燕窝他们这也有产过，大家倒是听说过。看到冬虫夏草，冯新华不禁惊呼，这玩意听说1根就1、20呢，死贵死贵的。阿浩，这怕有上百根吧？哪来的？我有个朋友在产地，托他帮我收了些，这个煲鸡汤的时候放个2、3根挺好。然后还有3个蛮大的盒子，用胶带封着口，他没有打开。这也是一点特产。说着给了老爷1盒，另2盒同样1家1盒，这个箱子的东西也就分完了。又打开另一个箱子，这个里面就全是干货了。这是自己家捕的一些鲍鱼和海参，还有点海干鱼。大舅2舅，你们也别嫌弃。这怕要不少钱吧？大舅皱着眉头道，我知道，这干品海参怕得要2000左右1斤，鲍鱼也差不多。天啊，阿浩，你这怕有个20来斤吧？不止那么些，都是自己家捞的，不费钱。老爷看着这么些东西，埋怨道，都是家里人，你带这么些值钱的东西干什么？你老爷说的对，我们一家留个一样，算是你心意了，剩下的你都带回去。大舅，真是家里产的，死沉的，我可不往家带，你们留着偶尔吃一餐，味道还是挺好的。林浩笑着把2个箱子里的东西分了，最后就剩1个纸箱子，里面是6瓶15年的茅台酒，还有6条软化子，同样是老爷1份，大舅2舅加各1份。看到这些东西，就连一向不见外的2舅也不禁埋怨起来，阿浩，不行这样，这东西太贵重了，你带回去退掉吧。天啊，是15年的茅台，这一瓶怕不得上千块吧？冯新华说着，还凑着鼻子闻了闻，好像能闻到酒味似的。阿浩，这些东西我们不能收。大舅这次的语气严厉了少许。大舅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你外甥我现在不缺钱，真不在乎这点，本来想着多带点的，但我那车实在装不下。你要是不信，就抽时间去我那边看看，顺便玩2天。大舅母看到这些东西，愣了好一会，低声道，这怕要值个上万块吧？冯新华接口道，大伯母你说少了，1家1万都不止，那个鹿茸肯定也不便宜。大舅还要再说什么，林浩猛打了个哈欠，赶了大半天的路，还真的有些困。2舅母赶忙叫冯新华老婆，阿倩，你带着阿雪上去洗漱休息，她怀着身子呢，这一天可够累的了。林浩和冯新华使了个眼色，
意思是到楼上聊会，也跟着上了楼。他实在是怕拉扯。哎，这么些东西，冯怀远看着一堆堆的礼物，还是觉得收了不好。大伯，阿浩肯定不会带回去的，他也不缺这一点，我看就收着吧，拉扯来拉扯去，那才是见外了。大舅母先是拿起那个海参瞅了一眼，又看了烟酒。阿华，这真值1000多一瓶，本地的小店能不能兑了？人还没走呢，就想着对不太好啊。大哥，阿华说的在理，收拾收拾，也差不多休息了，明天商量一下爹过生怎么弄。老爷哼了一声，指着桌上的东西。阿华，这是我外孙送我的，你给我送回家。又对2个儿子道：知道你们孝顺，我过生热闹一下我不反对，但别太浪费了，日子还得一天天的过。放心吧，爹。冯怀军大声地应了一句。冯新华找了个大袋子，把给自己爷爷的东西全部装进去，这才扶着老爷子先走了。冯怀远见此，也只得让自己女人把东西收一收，打算回去。走到门口又道：明天阿浩在我家过一天，你们也别开火了。知道了，大哥。人一走，二舅母也欢喜地开始收拾东西。没一会，冯新华送完老人家回来，对着他娘道：娘，都好好收着，老贵的东西可千万别放没了。那这东西该放哪儿？我也不明白啊。冯新华也不是很懂。你先收着，明天我问一下阿浩。爹，那酒是不是给我1瓶？你要这干啥？那是你该喝的，存起来，别想着乱动。二舅母又看了一眼那个用胶带封口的盒子，这里面是啥啊？阿浩刚刚也没说。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结果打开看了一眼，他直接就愣在了那。不只是他爹娘也同样猛啊！只见一沓沓的现金整齐的码在盒子里，好一会，冯新华这才反应过来，一沓沓拿出来数了一下，爹，总共是10万块。这不能收，东西收了就收了，现金不能要。你去把阿浩叫下来。没一会，冯新华再度下来。爹，阿浩说他晚上喝的有点多，现在头晕，还说要是说钱的事，那就别提了。他是亲外甥，孝敬你和娘那是应该的。也不是这么样孝敬法的。他还说，你们不收就是不可原谅他这么长时间没来问候。这孩子咋就这么轴呢？暂时别说了，等阿浩要走时再拿出来还给他。冯怀军点点头，反正阿浩还得再住几天。另一边，冯怀远回了家之后，大舅母也在兴高采烈地收拾着礼物，那可是满心的欢喜。早先对林浩的那点不满早已不翼而飞。正如冯新华所说，他人不坏，但就有点小心眼，攀高踩低不至于，就是喜欢占点小便宜。你说这阿浩真舍得呀，酒都送茅台，还有这中华烟，应该能在镇上的小店里兑了。随即又看了眼那些干货补品，送这些干啥？都换成烟酒多好。行了，这是晚辈的心意，到你嘴里就是钱钱钱，哎，这也太多了。大舅母全当没听见，目光也注视到了那个没开封的盒子。这里面是啥？该不会是金银首饰吧？抱着极大的期待，把盒子打开，随即就轻哦出口。啥啊？看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当看到是钱后，冯怀远也愣神了。这一沓是1万吧？1万、2万、3万，天啊，总共是10万块呢！怀远，这阿浩是真发达了呀，一出手就是10万。不对，咱家有，老两家肯定也有，还有老头子呢，加一起那就是30万了。我天啊，不是说阿浩就是个渔民吗？哪来的这么多钱？这回也反应过来，摇摇头。这孩子把钱也太不当钱了，东西咱收了，这钱怎么说也不能收啊！咱不要啊！废话，这是10万块，咱收了算什么？大舅母没有反驳，但就是心疼，随即心思一动，你明天和老二商量一下，要退肯定一起退，不然你让老二多难做。冯怀远点点头，一晚上就这句话还算像句话。行了，睡吧，明天再说。